戈登是一位勤劳的工人，年近半百的他终于迎娶了年轻时的初恋，但结婚仅仅不到半年，他就被发现死在了一辆烧毁的汽车里。案发后，警方原以为戈登死于意外事故，但没想到后来又发现了问题。在与多位嫌疑人周旋了许久后，警方最终查清了案情真相，成功将凶手缉拿归案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厄尔市，该市位于德州东北部，距离达拉斯大约120英里，人口约为1000人，是厄普舍县的一个城市。主人公戈登出生于1964年11月24日，他成长在厄尔市一个相当保守的家庭，受到父母影响，戈登从小表现得十分沉稳，他为人非常低调，从不轻易表露自己。这种神秘的性格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同时也吸引了一位追求者，这个人就是他的初恋沙朗。沙朗出生于1968年，他比戈登小4岁，同样来自德州厄尔市。大约在1982年，两人就读同一所高中时确立了恋爱关系。那时戈登即将高中毕业，而沙朗才刚刚步入高中，所以这段校园恋情很快面临挑战，他们必须要认真考虑未来的打算。原本两人计划继续维持这段恋情，等到年龄符合要求再结婚组建家庭，但这个天真的想法很快遭到了戈登父母的反对。戈登的父母认为沙朗年龄太小，未来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，于是在戈登父母的强烈干预下，这对年轻的情侣被迫结束了恋爱关系。1984年，分手1年后，戈登离开家乡前往了路易斯安那州，他在当地找了份机械维修的工作，并在之后不久与一名叫朗达的女子组建了家庭。接下来的20多年里，戈登与朗达一直过得非常幸福，他们的2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，而戈登也找到了人生的追求，完成了神学学业，成为了备受尊敬的牧师。然而就在一切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大约在2010年，戈登逐渐迷恋上了互联网。与大多数刚刚接触网络的网民一样，戈登首先做的就是利用社交媒体寻找各种朋友，一来二去，他就与初恋对象沙朗建立了联系。当时沙朗已经是5个孩子的单身母亲，过去的20多年里，她一直生活在只有1000多人的厄尔市，并先后经历了9次失败的婚姻。事实证明，带有遗憾的初恋总是令人难忘，无论过去了多长时间，对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，它就像一个刻在内心深处的印记，很难彻底抹去。所以在两人都有意向重新交往的前提下，戈登萌生了放弃现有生活，迎娶沙朗的想法。然而这个想法却再次遭到了戈登父母的反对，因为戈登的父母与沙朗住在同一个城市，他们很清楚沙朗过去20多年里经历的各种混乱关系。不过这次戈登没有听取父母的建议，他已经错过了一次与沙朗在一起的机会，不想再留下任何遗憾。于是同年10月，戈登向妻子朗达提出了离婚，并回到家乡与沙朗住在了一起。2011年3月，戈登顺利结束了婚姻，如愿成为了沙朗的第10任丈夫。为了养活沙朗和他2个较小的孩子，年近半百的戈登找了份高强度的体力工作。虽然与之前相比，现在的工作十分辛苦，但戈登从来没有抱怨过，他只想与心上人沙朗在一起，安稳度过接下来的时光。然而可悲的是，这个简单的愿望永远也没有实现。结婚仅仅不到半年，悲剧发生了。2011年8月30日上午11点左右，当地警局接到了沙朗的求助电话，表示戈登的汽车突然在后院起火，而原本正在修车的戈登已经不知所踪。由于大火燃烧得非常猛烈，不时还伴随着子弹爆炸的声音，因此沙朗不敢前去灭火，急需警方的帮助。Webster County 911. My husband's truck is on fire in the backyard, and I don't know where my husband went to it and hollered for him. I can't find him nowhere. Okay, hang on. Let me calm down. Let me go ahead. 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和消防员迅速抵达现场。
当时戈登的弟弟克里斯正在使用水管尝试灭火，而沙朗和他19岁的儿子詹姆斯则在房子周围四处寻找戈登。据警方描述，3人都表现得非常着急，尤其是沙朗的儿子詹姆斯，他看上去十分痛苦，甚至连走路都是颤颤巍巍的样子。经过询问，原来詹姆斯最近刚刚做了肾脏手术，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。于是警方立即通知医护人员将詹姆斯送到了医院进行检查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，大火终于得到控制。然而当火灾调查人员检查被烧毁的汽车时，他们惊讶地发现车内竟然还有一具尸体。这具尸体当时就在汽车的前排位置，他的下半身处在主驾驶一侧，而上半身则趴在了副驾驶的座椅上。尽管尸体已经面目全非，无法直接辨认身份，但根据沙朗的描述，基本可以确定尸体是她的丈夫戈登。根据现有情况，这起火灾似乎是由修车引起，因为现场有一些修车工具，而且汽车的引擎盖也已经被打开。但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戈登为何在汽车着火后没有逃跑，这一点让警方十分怀疑。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，警方在火灾调查员勘察现场的同时，将报警人沙朗带到警局进行了询问。根据沙朗的说法，事发这天早上，戈登下班后发现汽车出现了故障，于是便拿着工具去了后院修理汽车。在此期间，沙朗曾建议戈登先回房间休息，因为他刚刚结束了夜班，看上去非常疲惫。但戈登坚持要先修理汽车，沙朗也不好过多劝说，于是便回到了房间开始处理家务。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，沙朗完成了家务，去了浴室洗澡。也就在这时，后院突然传来了汽车警报声。当沙朗来到后院时，戈登已经不见踪影，而他的汽车也已经燃起了大火。由于火势非常猛烈，沙朗没有贸然前去灭火，所以也就不知道戈登还在汽车里。至于戈登在汽车着火后为何没有逃跑，沙朗则表示并不清楚，但认为很有可能与最近的工作有关。由于戈登这段时间一直在上夜班，而且白天又很少休息，这可能导致他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，所以在汽车着火后才没有逃离。听完沙朗的陈述，警方仍然有些怀疑，因为这一切似乎太过巧合，他们无法确定事发经过是否真的如此。为了验证这一点，警方又询问了刚刚从医院结束检查的詹姆斯，也就是沙朗的小儿子。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day? I was asleep. My mom woke me up. Whenever I ran in there, the truck was on fire. I ran outside and I said, Gordon. And I couldn't go out there. I can't get close to it anyway because everything was blowing up. 根据詹姆斯所说，事发时他正在房间里熟睡，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当沙朗把他叫醒后，戈登的汽车已经起火，而且不时还伴随着爆炸声。由于担心爆炸可能会引发2次事故，詹姆斯和沙朗都没有靠近汽车，也因此没有发现戈登仍在汽车里。当两人尝试呼喊戈登没有得到回应后，便返回房间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虽然詹姆斯的陈述证实了沙朗的部分说法，但由于起火原因和经过还不清楚，于是警方重回现场展开了调查。没想到这次他们有了重要发现。当法医将戈登的尸体转移后，警方在尸体下方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汽油味，并且还发现了一个半融化的汽油桶。这表明火灾可能不是意外事故，更像是有人故意为之。为了寻找更多线索，警方来到了戈登和沙朗的住所。没费多大功夫，他们就发现了更多犯罪迹象。只见主卧的墙上遍布着大量血迹，厨房的灶台上还有几瓶打开的清洁剂和一条带血的毛巾。这些迹象表明，有人在卧室枪杀了戈登，并且事后使用清洁剂尝试清理过现场。很明显，报警人沙朗没有如实交代事发经过，而他的儿子詹姆斯也有一定的作案嫌疑。
但还有一个人可能参与犯罪，那就是戈登的弟弟克里斯。首先，克里斯住在其他地区，但却不知何故提前出现在了事发现场，这一点让警方十分怀疑。其次，当地有传言称克里斯与沙朗存在不正当关系，甚至就连警方也听到过这种说法。所以基于这些原因，警方首先对克里斯进行了询问。My understanding is you were the first one on scene. I was the first one on the scene. How did that happen? I've been a firefighter since I was 16 years old. Knowing the burn bans, it's my normal thing to look, pay attention to it. I seen the column of black smoke coming up from the back of the residence. 根据克里斯所说，他从16岁起就是一名志愿消防员，所以平时一直有观察周围环境的习惯。案发那段时间，克里斯刚好路过戈登的住所，并且注意到房子上空升起了一团黑色烟雾。由于这片区域属于禁燃区，克里斯根据经验判断戈登家发生了火灾，于是立即前往展开了灭火工作。此外，克里斯还否认了与沙朗存在不正当关系。虽然缺乏有力的证据，但他提供了相应的不在场证明。沙朗报警之前，克里斯一直在超市购物，监控和收费票据足以证明他没有时间参与犯罪。排除了克里斯的作案嫌疑后，警方将重点放在了沙朗和他的儿子詹姆斯身上。在对两人进行第二次问话时，詹姆斯仍然坚持一开始的说法，但沙朗却改变了说辞，讲述了一个遭受虐待、被迫反击的事发经过。Daddy grabbed me by the hair of the head, flung me down the bed, and told me I wasn't going anywhere. What happened then, Sharon? Got the gun out of my mouth. 根据沙朗的说法，自从两人结婚后，戈登很快展现出了暴力的一面，经常辱骂和殴打沙朗。事发那天早上，两人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激烈冲突。当时戈登拿出了手枪，威胁要打死沙朗，而沙朗为了自保进行了激烈反抗。也就在两人争夺手枪的过程中，戈登意外被击中，从而失去了生命。警方对沙朗的说法仍然有些怀疑。首先，两人仅仅结婚不到半年，而且戈登为了和沙朗在一起也付出了很大代价，他似乎没有理由无缘无故地实施家暴。其次，沙朗声称出于自卫失手杀死了戈登，但他又在案发后故意伪造了事发现场，这种行为看上去十分可疑。鉴于这些原因，警方展开了进一步调查，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。根据尸检结果，戈登的死因确实为枪击，但与沙朗描述不同的是，他的身上不止一处枪伤，而是有4处。这表明沙朗不是失手杀死了戈登，而是有目的的要置他于死地。然而当警方准备再次质问沙朗时，他已经不再回答任何问题。不过当时警方已经掌握了部分证据，于是他们以谋杀罪逮捕了沙朗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警方申请搜查令，巩固了已掌握的证据，然后又花费了大量时间了解沙朗的犯罪动机。然而就在警方以为本案已经毫无悬念时，沙朗的大儿子威廉提供了一个线索，又将矛头指向了同母异父的弟弟詹姆斯。根据威廉所说，詹姆斯在案发后的一次聚会上曾亲口承认杀死了戈登。当时他描述的十分详细，提到了使用的武器是一把左轮手枪，并且开了4枪才打死了戈登。威廉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因为尸检结果还未对外公开，除了警方和凶手，应该没有人知道戈登死于4次枪击。然而就在威廉提供线索后不久，沙朗不知何故突然改变了态度。警方还没有来得及调查詹姆斯，沙朗便在律师的陪同下讲述了詹姆斯实施犯罪的经过。根据沙朗最新的说法，戈登与继子詹姆斯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，起因是詹姆斯已经成年，但却不愿外出工作，这导致他们之间经常爆发冲突。案发那天早上，两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，因为戈登给詹姆斯下达了最后通牒，如果在1周之内无法找到工作，詹姆斯就会被赶出家门，这让詹姆斯产生了很大不满。出于报复的想法，詹姆斯便趁着沙朗不注意，偷偷跑到卧室开枪打死了戈登。事后沙朗对詹姆斯的做法感到非常气愤，
但同时又不想让他受到惩罚。于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沙朗和詹姆斯将尸体搬到卡车上，伪造了戈登死于火灾事故的犯罪现场。沙朗的最新陈述似乎证实了威廉提供的线索，但由于两人出现的时间太过巧合，难免让人产生怀疑。于是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，警方又对詹姆斯进行了询问。 Were you involved in what happened in any way? No, sir. Did you help her remove the body from the house? No, sir. I didn't do anything. 詹姆斯否认了参与犯罪，但承认曾吹嘘过杀死戈登的事情。按照詹姆斯的解释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引起周围人的注意，满足虚荣心，并不是真实情况。至于詹姆斯为何会知道戈登死于4次枪击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警方通过综合评估，最后排除了詹姆斯的作案嫌疑。首先，他在3次问话中始终没有改变说法，前后的证词也没有出入，所以警方认为他没有撒谎。其次，詹姆斯在案发几天前刚刚接受了肾脏手术，他的身体十分虚弱，而且伤口也没有拆线。如果詹姆斯真的像沙朗所说参与了搬运尸体，那么还未拆线的伤口必然会开裂，但警方并未发现相关迹象，因此认为詹姆斯没有能力犯罪，也没有参与搬运尸体。调查进行到这里，凶手的身份已经非常明了。尽管沙朗一直在不停变换说辞，但警方通过后续调查掌握了他的犯罪动机。根据相关线索和知情者补充的细节，警方重建了事发的整个经过。沙朗在过去的20多年里感情非常混乱，这让他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，很难再把心思放在同一个人身上。所以即便已经再婚，沙朗也没有放弃在外寻找伴侣。婚后他一直与本市的一名有妇之夫保持着不正当关系。根据戈登的同事透露，案发前几天，戈登无意间发现了沙朗的出轨行为，于是便产生了离婚的想法。虽然离婚对于沙朗而言并不算什么大事，因为之前他已经经历了9次，但与沙朗的前9任丈夫不同，戈登在结婚后购买了一份大额保险，所以当他提出离婚后，沙朗没有像对待前任丈夫一样选择结束婚姻，而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产生了杀死戈登的想法。案发那天早上，沙朗首先在卧室开枪打死了戈登，然后又将他的尸体搬到了汽车上，准备伪造火灾事故。根据警方事后的发现，沙朗在纵火前应该考虑了戈登尸体上的枪伤问题，所以他提前把一些没有发射的子弹丢进了车厢里。这样一来，子弹遇到高温就会爆炸，而他就可以把尸体上的枪伤归咎于子弹爆炸引起。然而由于沙朗的知识储备不足，他并不知道子弹的铅弹头熔点较低，子弹在遇到高温后还没有爆炸，弹头就已经融化，所以这些丢弃的子弹后来也成为了警方的重要证据。至于沙朗为何在作案后没有彻底清理现场，警方认为可能是戈登的弟弟克里斯突然到访，打乱了他的计划，也有可能是沙朗以为没有他的同意，警方就无法进入房间。但不论是哪种可能，沙朗都与本案摆脱不了关系，为此他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2012年8月，案发1年后，本案开庭审理，沙朗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，至少服刑到2041年8月，他才有资格获得假释。I hope she spends the rest of her life in prison. She didn't realize what she had because he was such a sweet, kind, caring person. No human being deserves what he got that day. And to be shot in the head and having your body burned. I mean, what kind of person does that? 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